忽然，你们全部去死吧！王无天周身的空间都是扭曲起来，那股神圣的威压令的在场的所有古圣都是无法行动身躯，就算是泰米古圣也是如此。该死，我们的身躯不能行动了。不少古圣惊异的出声，而王无天则是露出狰狞的笑容，沉声道：你们这些古圣，全部给我死吧！一股超越主宰巅峰的力量对着这些古圣铺天盖地的袭来。就在这股神圣的力量快要攻击在这些古圣的身躯上时，一道痛苦的呻吟竟然自王无天的嘴中呐喊而出，然后身躯直接半跪在地上，然后非常痛苦的双手抱头，不断的痛苦呻吟着。在王无天的体内深处有一道同样来自神的力量，而且这道神的力量更加的强大，比起第三序列神更加的高级。这是先天神的力量。王无天痛苦的表情变得极度的扭曲起来，而且还愈发的严重。诸多古圣也是感到十分的疑惑，这刚刚还想着攻击他们的王无天，怎么此时突然就这么痛苦了？然而泰米古圣的表情依旧平静无比，待得王无天还在持续痛苦大叫的时候，便是淡淡的开口道：这就是先天神所炼制的心魔种子，能够压制住你这第三序列神的力量。现在这滋味不好受吧？早就猜到你会叛变，而这就是你叛变的惩罚。泰米古圣眼神毫无波澜地看着王无天，而痛苦的王无天先是挣扎了片刻之后，强忍着体内传来的剧痛，艰难地开口道：我错了，再也不敢了。这种痛苦会把我彻底的撕碎，我愿意听命先天神，还请你帮我解除这样的痛苦。听到王无天的话语，其他古圣没有开口说话。其实在他们的心中也很想王无天就这样一直痛苦下去，可是无神的计划却是不能让他们这样做，因为王无天也是那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如此最好，待得完成无神的计划后，你要留要走，我们绝不会阻拦你。泰米古圣说着，便是袖袍一挥，一道光束射入王无天的眉心处，旋即王无天的痛苦呻吟则是减少，然后喘着粗气缓缓的起身，体内那令得他极为痛苦的感觉也渐渐的消失了。多谢了，我王无天必定会追随先天神，一起完成无神的计划。王无天此时才知晓，这先天神族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想要与他们玩野心，几乎早就被拆穿了。而且虽然泰米古圣说要留要走随意，但是据王无天的了解，完成他们的计划之后，如果自己留下继续追随先天神族，还说如果不追随，那么先天神族也会毁灭这东西，这就是先天神族真正的面目。不过现在王无天就算是知道了，也无法获得自由身了，毕竟自己如今成神，先天神族可是花了很多资源和代价给自己，所以拿了别人的好处还想自由，那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所以王无天已经决定，自己如果追随先天神族的话，那身份也只是仅次于先天神，甚至比古圣级别还高，这第三神的位置坐着应该也是舒服的。刚刚这样的话不就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这位第三神了。泰米古圣轻轻地对其说道：好，但是我需要先天神族的支援，毕竟对方有着诸多强者，如果发起群战，虽然我也有能力对抗那些蝼蚁，但是为了让计划不出现篓子，只能将各方面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王无天心想，既然自己已经决定追随先天神族，那么自己这第三神的威严也要展现出来。诸多古圣的面色有些暗淡下来，原本他们的身份乃是先天神族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然而王无天愿意追随先天神族，那么他的实力又是已经纳入神列，成为一方神奇。在这等力量下，就算他们古圣再不愿意，也要放下自尊来对其恭敬，就算是泰米古圣也是如此。好吧，既然第三神都如此说了，我们古圣难道还能不听吗？泰米古圣也是无奈一笑，只要无神的计划完成，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你们一起跟着第三神，协助他完成计划。我现在这里疗伤，等伤势好转，我便会前去。泰米古圣转身对着身后的那些古圣吩咐道：是。这些古圣也不敢说什么，然后便是异口同声的应道。王无天则是看了看这些古圣，其实力也是强大，其中最弱的至少都是最强主宰后期大圆满起步，最强的依旧那么便是主宰巅峰高阶。如此强大的阵容，就算是浑元天排名第一的天渊域都拿不出手，如此可见先天神族的底蕴是何等的可怕。那么诸位和我一起将各大诸天的那些蝼蚁全部杀尽。王无天最后一字落下，便是纵身一跃，身影便是离开了这片特殊空间中。随后那些古圣也是没有耽搁，身影便是化作流光，朝着古元天的核心之地掠去。望着这些身影，泰米古圣的眼神微微一动，身躯一颤，一口鲜血则是喷了出来，身形踉踉跄跄的后退了几步，然后坐在了地上。这炎帝的实力真是厉害，不过这一次有着第三神，就算你再强大，应该也不是其对手了吧？炎帝，我承认你很强大，本座彻底的输给了你，但是接下来你也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然后泰米古圣便是用阴沉的目光扫视了不远处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那些大尊。你们这些老家伙也有今天，被抽空了准神元气，比死了还难受吧？就算成为一堆废人，到时候也会有利用的价值，你们还得要感谢我呢。哈哈哈！大笑之声在这处空间内缓缓地传荡开来，
躺在地上的那些大尊几乎是失去了意识，其中只有专竹大尊还有一点模糊的意识。刚刚泰米古圣与王无天的冲突也是知晓，一些对话也都一字不漏的都听到了。但是虽然专竹大尊有一丝意识，但依旧是极为的模糊，能够听见对方的对话，不过却是无法行动。古元天的核心之地10天都是获得一道祖气主脉，混元天依旧是最强第1天，所以得到的是第1脉，其中的祖气无比的精纯雄厚。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也终于要结束了，不过他们都要感谢下等级来的那3位：萧炎、灵动、沐尘。要不是他们3人在最后对抗先天神族最强3大古圣的话，他们不仅得不到祖气主脉，就连性命都交在这里了。在经过他们各大诸天的商议之后，也非常同意各自的分配，所以接下来就是祖气主脉进入10天之中了。10道祖气主脉散发出极为强大的伟岸气息，令得这些强者体内的元气都是沸腾起来。这就是当年第1序列神的祖龙祖气吗？这股能量太庞大太强了，要是进入各自天域中的话，那么其气运将会再度暴涨，未来将会诞生出更多主宰巅峰的顶级强者，或者是准神强者。各大诸天的队伍人马皆是露出兴奋激动之色。这一刻，他们终于等了很久很久了。他们也不敢相信，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会如此的公平公正，每一道元气都可以分配到10天中。不过，正当各大诸天的队伍人马欢呼雀跃的时候，忽然间，在他们的上空处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虚空之上剧烈的震荡。只见的一道黑洞不断的凝现而出，然后整个空间都是被撕裂一般。在其黑洞之前出现了几10道黑影，在这些黑影的正前方，则是有着一位身穿深色衣袍的男子。这位男子双眼透亮，眼神之中还蕴含着一丝神圣的气息。随着这位深色衣袍男子的出现，整个空间中都是充满着一股令人仰望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一位神的降临一般。下方无数人的目光都是猛然间投射而来，一道道视线对着上空突然出现的这些黑影身上汇聚，而在那无数视线的注视中，黑洞前的那些黑影身上所散发元气波动，竟然都是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只见的各大诸天无数道身影顿时神色一变，因为那些黑影直接对其发动了攻击，元气化成洪水一般，直接蛮横地朝着下方轰泻下来。这些黑影竟然都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萧炎眼神一冷，绚丽的火海直接在虚空上蔓延开去，直接迎了上去。火海直接包裹那些元气，地岩爆发出毁灭般的焚烧之力，硬生生的将其元气攻势给彻底的蒸发了。从这些黑影身上的气息来看，应该是先天神族中的古圣。灵动便在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这令人熟悉的气息，低声道：“来得真快，似乎还找了一位帮手。”沐尘负手而立，抬头望着几10道黑影之前的那位身穿深色衣袍的男子。众人望着萧炎，竟然一招间就将这些强大的攻势给击溃而去，又一次震撼了他们的内心。面对着这种情况，连这些先天神族的古圣都是面露骇然之色。他们可都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就算是混元天的顶尖强者也无法做到这一般。此人修为与他们这些古圣相当，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古圣们面面相觑，他们显然都是不敢置信。难道他就是炎帝？最终，有着一位年迈的古圣雄浑的声音响彻起来。闻言，其他几10位古圣也是紧紧地注视着萧炎上下。这人年轻不大，为何会有如此的强大力量？难怪就连他们古圣之首的泰米古圣都被彻底的击败。不过他们很快就平复了内心的情绪。炎帝虽强，但也只是人类而已，而他们这里有着一位货真价实的神，就算炎帝再强大，也不可能是神的对手吧。然后这些古圣的目光就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他们正前方的一道深色衣袍的身影之上，而他就是超越古圣级别先天神族的第3神王无天。萧炎、灵动、沐尘顺着他们目光的投向，各大诸天的人马也是注意到了那道深色衣袍身影，当即微微惊疑出声。这股气息是超越主宰之上的神奇。瞬间，各大诸天的这些强者面色巨变，因为对方来了一位神奇，这可是比准神还强的神。神奇才是真正的神，而准神只是半人半神的境界，神奇才是修炼者真正的从人蜕变成神的境界，达到了神之领域，获得纳入神列的资格，方可成神。而他们今日便是见到了一位货真价实的神。要知道，神指境并不是那么容易冲击的，而眼前的这位竟然能够冲击神指境，看来已经获得了神骨。你们3位就是炎帝、五祖、墓主了吧？的确，你们3位比他们任何队伍的领头人都要强大很多，就连天渊域那位最强第1人也不及你们3人，难怪泰迷会被击败。此时，王无天那双散发出神圣的目光在萧炎、灵动、沐尘3人身躯上扫荡，而下方的萧炎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异样波动，声音平淡无比的开口道：“不愧是以一人之力击败一道隐世的顶尖势力之人，没想到今日在古元天中，你已经脱离主宰巅峰，成为神奇了。怎么害怕了吗？如今的我，你们任何一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神指境与主宰境的差距可不是天与地，你们还只是井底之蛙，而我便可以遨游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吗？”王无天摊开双手，喃喃自喜道，脸上的表情更是自信无比。的确，王无天的实力已经达到神奇境，然而神之领域的境界不是主宰境能够相提并论的。
不过我记得在进去古元天之前，我与你们有过一次交手，尤其是你的灵魂境界，似乎是主境。接下来你选择元气修为上与我对抗，还是灵魂修为上与本神对抗呢？王无天继续说道。萧炎一笑，就算面对一位神奇，他也不会有丝毫的惧意，淡淡道：你是我见过双修比我还要更强大的天赋卓绝之人，你的灵魂修为经过已经达到主境灵魂巅峰了吧？不然此前我的灵魂力量也不会被你压制。你也不赖。好了，废话不用多说了，今日我们先天神族将会杀尽你们各大诸天之人，而且古元天的10道祖气主脉全都由我们先天神族掌控。话音落下，王无天身上的一股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撼的神圣气息瞬间铺天盖地的弥漫开来。什么？刚刚王无天的话语中意思是说他加入了先天神族，没想到让一位神奇都加入其中，说明先天神族的底蕴恐怕无比强大。但是在萧炎、灵动木尘他们的心中，先天神族固然强大无比，但也并非是不能被打败。想要独占10道祖气主脉，你们先天神族还真是大胃口。不过真的有这实力来拿吗？灵动那低沉的声音传来，浩瀚缥缈。王无天则是平静的道：古元天诸天气运之争，我先天神族独占10道祖气主脉，有何不可？当王无天的声音落下，各大诸天内陡然轰动，独占10道祖气主脉。当灵动的声音传出时，早各大诸天内都是在此时掀起了滔天的哗然，无数人呈现震惊失神的状态。那是整个天元界祖气总量的10成啊！要知道，眼下他们各大诸天域所商量是，每一个天域都只能占1成祖气总量。然而现在，先天神族这边竟然想要独占10道祖气主脉，这问谁，谁都不愿意。这简直太让人感到愤怒了。如果逼急了，各大诸天的强者就算舍身，也要将先天神族剥一层皮下来。萧炎说道：你们先天神族布下的神吞化界阵，此前虽然捕获住了10道祖气主脉，但最终我们攻入结界，夺取了控制权，所以最终那10道祖气主脉便是便宜了我们。不过说起来，并不是我们的实力比他们强，而是你们的心太黑了。如果他们不是想要独吞10道祖气主脉的话，而是与我们正面硬碰，那最终必然不是这般的结果。萧炎此话倒是不假，他一个人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改变双方整体的差距。这一次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也不单单是各大诸天的团结一致，最为重要的是先天神族送上门来的。不愧是炎帝，如此大阵都被你看出结界的破绽，再率领各大诸天的人马破阵，取而代之，可见你的能力与胆魄是非同凡响。无数人心中对此表示认可，他们当时能够想象，当各大诸天的这些队伍强者第一眼在看见先天神族布下神吞化界阵的结界时，是一种何等的绝望。可最终他们在绝望之下并没有放弃，反而是向死而行，生生地闯了一条路出来。萧炎虽然没有说太多的细节，可他们却能够感觉到，在那神吞化界阵内爆发了一场何等惨烈血腥的厮杀，各大诸天也牺牲了非常多的强者。不过最后没有让这些强者白白牺牲，最后还是成功破了神吞化界阵，夺得了10道祖气主脉的控制权。原本各大诸天已经商议好，每一天域获得1道祖气主脉，现在先天神族的出现，又想独占10道祖气主脉，虽然想法很好，不过现实也不是那么容易让其得到的。要知道，如果这次没有祖气主脉灌入各大天域中，那么未来的各大诸天域将会沉沦下来，而先天神族将会独大。到时候就算是各大诸天域联手对抗先天神族，也会是一败涂地的局面。而如今诸天气运之争原本会大败的，而变成了胜利，何尝不让人激动，足以振奋人心。而在上空处，王无天那缥缈浩瀚的声音传出：只要击败你们3位，就无人可以阻止我们先天神族夺取10道祖气主脉了。各大诸天中，无论是地至尊、天至尊，还是主宰境的主宰者，皆是面无表情，手掌已经紧紧地捏成拳头，一股愤怒之意由心而生。今日如果能够让祖气主脉进入各天域，将会在未来里各大天域中必定孕育出许多的天之骄子，这也将会令得各大天域的实力有所提升起来。这是造福10大天域无数生灵的大事，乃至于整个天元界。虽然刚开始很多人来到古元天的目的并不算太单纯，但不管如何，他们都为自己的天域付出牺牲和代价，最终的结果都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萧炎、灵动、沐尘3人，他们才是这一次古元天中真正的领头人。此时诸多强者的目光都是不由自主地望着那面色肃穆的黑袍身影，以及紫袍身影和白金袍身影。萧炎、灵动、沐尘在这场诸天气运之争中贡献了何等的力量，但他们3人并没有将此说得太过的明白，反而是推给了他们所有人。这份坦荡倒是让得他们心中不由得更为的敬重起来。击败我们3人，你觉得你行吗？萧炎的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之中充满了无比霸道之意，或许这就是一个强者的气势吧。是吗？那么就让你们3人尝尝神奇的力量。王无天低哼之声响彻而起，然后下一刻，那哼声犹如是具备着某种无法形容的力量。当其响起，虚空层层塌陷。萧炎、灵动、沐尘3人同样是察觉到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攻势而来，这神圣的力量试图想要将他们3人直接从这个世界上抹除。萧炎、灵动、沐尘的眼中有着骇然之色涌起，没想到一位神奇简单的出手，那股神之力量
他们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甚至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萧炎他们可不是简单人物，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就算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强者也不会临阵逃脱。佛怒地炎莲，萧炎的身躯瞬间被地炎之火笼罩，身后的一片火海浮现，自火海的深处升起一朵万丈火莲，其上跳跃着诸多颜色，每一道颜色都是代表着一种圣火。这等恐怖的力量能够瞬间毁灭万物生灵。九符寂灭，灵动将9道祖符之力开始融合，同时引动了体内的世界之力，化为一抹寂灭之光，直射那道神圣的攻势。太初超玩，这次牧尘乃是催动5座原始法身凝聚成的龙木之珠，散发着一股极为原始的波动。这一招比起之前用3座原始法身催动凝聚出的太初丸更加大。恐怖的3道攻势并驱而行，犹如是3颗陨石一样划过天际，直接与那神圣的力量碰撞在一起。整个古元天有着能量炸响之声响彻起来，一道道可怕的涟漪波动令的空间都无比的扭曲动荡起来。不过好在的是，在这般时候，专注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其前方。只见得其左肩处有一座圣莲绽放开来，他伸出手指，指尖有熊熊火焰燃烧，直接是捅进了面前虚空中，半指手掌消失不见。可那一刻，虚空在崩灭，所有人都知道这是3位主宰巅峰与一位神奇展开了最直接的交锋。整个虚空都是溅起了能量的涟漪波动，那涟漪散发着毁灭的韵味，万里之内所有的生机都将会被湮灭。各大诸天的强者看向虚空上那强大攻势的碰撞，震惊无比。有些人惊呼道：对面一位神奇，他们3人能够赢得了吗？这个虽然萧炎总指挥和林动牧尘队长很强，毕竟他们的实力实在主宰巅峰，想要击败一位神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一位神奇的力量可不是所谓的主宰能够应对的，那可是神啊！此时也有些强者开始露出绝望之色，有些强者还是对萧炎、灵动3人有着信心。的确，想要击败神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对萧炎3人依旧充满着信心。虽然这一场几乎是不可能会胜利的战斗，难道我们刚获得的祖气主脉又要拱手让人了吗？真是可恶的先天神族！一些无比愤怒的暴躁之声传出。对于先天神族这一次又一次派出强大的顶尖强者，想要独占10道祖气主脉，心中就来气。这一次又派出了一位超越主宰巅峰的神奇，真是令人绝望。望着各大诸天中那些露出绝望之色的人，先天神族的诸多古圣则是满意的笑了起来。他们就是想要看到这种画面。如今有第3神出手，本座们倒是要看一看这些各大诸天中的人马究竟有多少人能活着出去。哎，他们这些蝼蚁一个都走不了。此时古圣之间的对话也被王无天听到，一道自信十足的声音传了出来。那么既然如此，第3神你对付炎帝5祖墓主3人，我们就与这些蝼蚁玩一玩吧。哈哈哈！一道道黑影之上散发出可怕的笑声，然后磅礴的元气瞬间爆发而出。紧接着，在这些古圣的身上，那杀意滔天的笑声响彻而起。当先天神族的古圣们蕴含着滔天杀意的声音响起时，整个虚空都是剧烈震荡起来，杀气宛如实质般的涌现。诸多古圣那可怕的杀意浓烈的视线洞穿虚空而来，锁定下方的所有各大诸天的无数强者。一些队伍的领头人面色也是在此时忍不住的一变，因为这些古圣的实力可都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后期和巅峰的顶尖强者。只是如此一来，各大诸天的多幼人所承受的压力可就大了一些。哼，让你们知晓一下对抗我们先天神族的可怕。一道蕴含着杀意的冷哼声响起，可怕的元气攻势直接轰在了下方的那些队伍人马的所在方位。然而双方的强者也是全力以赴，同样爆发出强大的斗技招式，对其先天神族的古圣激斗在了一起。这一刻，整个古元天的空间为之变色，仿佛被血红之色笼罩了一般。而在另一处最核心的战场区域，萧炎、灵动牧尘3人的强大攻势也渐渐的消散。然后王无天的那道攻势并没有彻底的消失，在击溃了他们3人的强大攻势后，这一道强大的力量攻击再度朝着萧炎3人急速掠来。不过眼见这道攻势即将击中萧炎3人之时，绚丽的地炎之火蔓延至萧炎的身躯之上，凝聚成一道坚固的火焰铠甲。灵动将吞噬符祖的力量也催动到极致，吞噬着那道力量。而牧尘则是利用光明体的原始法身光明凝结，竟是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光明之臂，矗立于虚空，仿佛天地崩塌都不会动摇一般。可怕的神之攻势直接毫不客气地正中他们3人所施展的防御之上，震耳欲聋的声音直接在天际上爆炸开来，巨大的响声赢得下方还在激烈战斗的双方强者都是身影一滞，然后望着天空那处区域，因为他们刚刚都感受到了王无天的那强大的神之攻势，实在是过于的可怕无比。不知道萧炎、灵动牧尘3人能否抵御住如此强大的神之力量。诸多古圣的脸上则是面露笑意，因为王无天的一击，就算是他们这些古圣都无法正面硬抗下来，而炎帝5祖墓主的实力也就与他们相当，不可能会接得下来。然而随着能量光芒的渐渐消失，只见得那里的虚空上有着3道光影浮现出来，光影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浩瀚波动，却是能够在举手投足间就引得天地巨变。
什么？那三人竟然抵抗住了来自一位神的攻势？先天神族的古圣再看清楚那3道光影陨落，顿时令得他们无比的震惊。要知道，如今的王无天已经纳入神列，成为一方神奇，达到了第3序列神。就算是第3序列神，简单的一出手，就能够瞬间碾压杀死主宰的蝼蚁，包括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看到萧炎、灵动木尘3人真的抵挡住了一位神奇的攻势，他们的心中也有些吃惊。面对着先天神族这位第3神的攻击，萧炎、灵动木丝毫没有任何的退缩和惧意。各大诸天这边无数人在吃惊之后立马恢复过来，看来只要他们3人联手，应该能够对抗一位神奇也说不定。想到这里，他们的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然后战意瞬间暴涨，爆发出惊人的元气波动，开始朝着先天神族的那些古圣猛地攻去。很显然是萧炎、灵动木尘这3人的强大实力，令得他们在这期间战意节节攀升，没有了之前的绝望，现在唯有将全部的力量催动到极致，才能对抗这些古圣。